在本次采访中，你们将完全遵循本心，不刻意隐瞒，不夸大其词，承诺回答的所有问题都真实无误，能够保证吗？我保证，如有撒谎，发自拍9宫格。我保证，如有撒谎，吃火锅9宫格。我想吃火锅。这位是我们剧组出了名的。句式介绍，坐在你身边的这位是谁？这位是我们剧组出了名的笑点低行武。这位是我们剧组出了名的爱生气情爱生气情也。这位是我们剧组出了名敬业戏好人又好的小林李云瑞。这位是我们剧组出了名的卷王，演技好、敬业、专业的小童老师。最开始知道跟你演对手戏的是他时的内心 OS 是：之前没有接触过，好像也不认识，所以是一个就是很新鲜的开始，就是挺期待的。对，因为确实之前也不认识，只有一个荧幕的形象和印象在记忆里边，然后还挺期待的。那两位合作前后对对方这个印象的发生变化？就是一个感觉从安静变得活泼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都是对。刚见面的时候，两个人可能都稍微有一些距离感，然后比较非常礼貌，话也很少，就也不好打开这个话匣子。但是慢慢的就是熟起来就好了，熟起来就好了。那你们有没有通过什么样共同话题，或者怎么样来打开这个话匣子？我们俩爱好也很像，然后呢，就是吃喝的这些东西，然后也挺像，所以大家就比较能聊到一起去。行武的金发背后有什么故事吗？当时试了好几个金发在那儿。其实最开始是想说能不能自己去弄这个颜色，但是因为拍戏嘛，它不是按这个时间顺序来的，所以就还是选择这种假发，试了一个颜色吧。反正越拍越好啊。刚开始第1天的时候也有点不太准感觉，对，但后来也是，我觉得金发在气质上也是帮助我，也是建立一个信念感的过程。对，造型。看到自己的金发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还是说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也成为这种金发黄毛的感觉？其实也想过，比较特别嘛。但是在成长过程中也没有机会有这样的一个尝试，只能在拍戏里。目前没有过啊，我有时候戴上就觉得说，好像不是我了，我现在是行武了。进入到行武的世界里，大家好像对黄毛会有一些偏见，那我们行武这个黄毛有怎么样的一个不一样法？行武不是主观想黄毛。对，他这个黄毛不是他主观意愿上的，他是他妈妈在理发店染发练手，然后给我们仨染的各种颜色。他不是自己说要跟别人不一样，我要特立独行，我去染这个黄毛，所以不是他主观意愿上的。当然，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刻板印象，可能觉得黄毛是比较叛逆、比较特立独行的了。但是行武呢，我觉得他就是有这样一个反差在，可能他外表上看起来比较冷，嘴也比较毒吧，但是他其实心底是很柔软的、很细腻、非常有担当的一个男孩子。你们上学的时候有哪些非主流经历？个性签名，就那些花体字什么的吧，老觉得自己好像每天都很 emo， 明明好像每天都乐得跟小傻子一样，但是一定要在个性签名上必须 emo。我记得是头发那个斜刘海，你知道吗？特别流行，然后就斜过来，一定要就是斜的非常的有角度，头发得蓬松。就记得大家当时都是那样，非常执着于自己的那个头发，然后走路都得甩。那这发型没有被老师或者家长警告吗？当然说呀，我就在那个边缘游走，不至于是最长的那几个但是呢也会跟随那个方向，保留了自己的特色，对，找了一个中间的平衡。晴野在变形的过程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什么？生活环境的一个改变吧，然后身边人的一个改变。我觉得其实就他成长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然后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不得已的去快速的适应整个的一切。我觉得晴野的变形记是很温暖，然后也是很治愈他的一个过程。虽然前面看起来有点挑这个挑那个，但其实这个角色的底色也是很善良的，而且也是很积极的那一种。那如果让你们给自己安排一场变形记的大改造的话，你们最想改造什么？特立独行，想变得叛逆，想当叛逆少女。那我当叛逆少年。想当拽姐，拽哥。
有没有看些偶像剧取取经？因为我特别爱看偶像剧，我巨爱看偶像剧，我还就爱看这种就是爱情故事的偶像剧，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就更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看了。但是这回看的时候就不是那种说哇花痴眼的去看，然后而是就是带着脑子去看，看看人家是怎么演啊，怎么拿捏节奏啊，怎么把控全局的呀，就这种。我也看，但是我看的没那么多，因为他确实看挺多的。我有时候问他看什么推荐，我一推荐一大串，你知道吗？一列表，如数家珍的。你说偶像剧这块，哎呀，那真是。对，我就是也会看一些偶像剧，然后看一些和邢武这个人设气质比较贴合的，然后找一找方法吧。邢武作为豆汁受害者联盟，想说，那么小林知道小童是豆汁的野生推广大使吗？我知道。那小童最近有没有给谁推荐过豆汁？最近没有，主要也没功夫。但是如果是在北京的话，我哪天一定请你喝喝特别地道的豆汁儿。香，这还得配胶圈对吧？对，而且一定是那家买的，就那种现煮的。小林之前直播说在海边跑步偶遇小童，所以谁是剧组健身最卷的？都挺，反正我挺努力的。当时小童可卷了，跑步、健身，悄悄的，然后健身房出现，然后跑步，然后也悄悄的，经常，健身房碰见了，然后举哑铃，要么就偷偷的要跑回去，然后被发现了，然后他也，那他也要跑回去，然后就碰到了，对，瞒着对方在卷。对。那其实还有雨中打戏和这个洗澡戏，所以我们小林有特意训练一下这个肌肉吗？确实是有的，因为我觉得邢武要比我想象的要高大一点，要壮实一点，所以其实当时在进组之前，包括进组之后，也一直有在举铁，然后在保持这个低体脂的同时，让维度稍微大一点，显得有力量感、有安全感嘛。我当时还去那个阳台上助晒黑一点，因为我觉得白了好像也不是那个味儿，所以就在身形上面做了一些改造。但后面发现助晒已经不需要了，后面就不需要了。你被海边风一吹，已经给晒黑了，我都黑了。那其实这么努力的情况下，你们看自己瘦了几斤？我是长了好几斤。我瘦的还行，但我最近可能会比之前会瘦一些，因为我发现管住嘴好像比练要更重要。网友说关晓彤不用化妆洗把脸就能出门，对此关晓彤想说，你这个说错了，原热搜不是这个的，是让我穿着睡衣走红毯，我可是记着呢。我没什么想说的，好像都是对我颜值的夸赞，我都挺开心的。所以平常出门的你是什么状态？我是会先化一个妆，然后化完之后发现自己画的真的很难看，然后把它洗掉，然后再重新就只抹个粒，然后刷眉毛出门。因为我化完之后感觉有点就画的不是特别干净，给自己画的。对，网友说李云睿给人一种死缠烂打就能追上的感觉，像学生时代很招人喜欢的男同学。李云睿赞同还是反对？反对，这死缠烂打大家都不会这样吧？主要是我们老是想说，就是现女生也是没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听你说。这个好难啊，这个好难啊。那你在读书的时候是学校里面这种风云人物吗？我还好吧，我就是学业和丰富的课余生活，然后和球场。会有很多同学来看你打篮球。我球打得还行，比如说球队会训练啊什么的，大家会来看一看吧。戏里情也和邢武最耀眼的时刻是，我觉得是他们为了追上彼此而共同努力的时刻。我觉得可能不是某一个时刻，因为其实我们整个剧呈现的它不是好像一瞬间突然闪耀然后的一个折返，而是一点一滴的日常，然后细节累积到某个时刻爆发了。我觉得是那种。对，那你们觉得本人在关晓彤和李云睿的人生里，哪些瞬间是最耀眼的？我希望我接下来的每个时刻都可以很耀眼。把你说的此刻很耀眼，未来也很耀眼，感受此刻的耀眼，期待未来的耀眼。默契考验，两人同时举牌判断对错，共5题，答案一致，加20分，满分共100。首先是秦野和邢武的校服裤边是一条杠，对还是错？准备3、2、1，请举牌。错的，是2条杠。2条杠，我记得你还跟我笃定？我就记得有个杠，可笃定了。对，西瓜遮脸的对视海报里面，2个人拿的西瓜露出来有17个黑色的瓜子，对还是错
3、蒙吧2、1。啊，这个真对啊！那你们也很有默契，蒙对了。好，第3题是秦野最喜欢的冰淇淋口味是草莓味。3、2、1，请举牌。对，曲奇香草，因为是我喜欢的味道。而且当时说我也喜欢曲奇香草。对对对，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什么口味？曲奇香草。好的，那第4题是行武给秦野修宾馆里的空调，它这个螺丝刀柄是红色的，对还是错？你呢？错的，我觉得。对，是绿色的，其实。好，第5题是秦野行武去吃席的这个通宝蹄筋烧海参，这道菜里面有6个海参，对还是错？3、2、1，是对的。我觉得会更多呢，看起来那道菜。其实你们就是满分。我们一直是以默契著称的。对，我们是默契著就称的。可能对错不一定，但是我们一定默契。经过今天的验证，关晓彤和李是他这个大名念起来有点很奇怪。对。经过今天的验证，我们俩的友情默契值是100分。